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 C 语言的关系、逻辑运算符和 if 语句。C 语言有两种选择语句 ，if 语句实现两个分支的选择结构 ，switch 语句实现多分支的选择结构。看一个实例，求一元二次方程 ax 方加 bx 加 c 等于0的根。要想求出上述方程的各种根，必须判断 b 方减 4ac 的值在什么范围。来看例 4.1， 求 ax 方加 bx 加 c 等于0方程的根。由键盘输入 a、b、c， 假设 a、b、c 的值任意，并不保证 b 方减 4ac 大于等于0，需要在程序中进行判别。如果 b 方减 4ac 大于等于0，就计算并输出方程的两个实根，否则就输出方程无实根的信息。解题思路如图所示：输入 a、b、c， 计算 disk 等于 b 方减 4ac， 判断 disk 小于0是否成立，是则输出无实根，否则计算 x1、x2， 然后输出 x1、x2。原程序如下：定义变量 a、b、c disk x1、x2 pq。用 scanf 输入 a、b、c 的值，例如6、3、1，计算 b 方减 4ac，disk 的值变为-15。如果 disk 小于0，输出无实根 ；else 否则输出两个实根。运行输入6、3、1，由于-15小于0为真，输出无实根。下面介绍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关系运算符用来对两个数值进行比较的比较运算符。C 语言提供6种关系运算符：小于、小于等于、大于、大于等于、等于、不等于。其中，小于、小于等于、大于、大于等于在6号优先级，等于、不等于在7号优先级。它们都低于算术运算符，高于复制运算符。结合方式自左向右。例如，a 大于 b 加 c 等价于 a 大于括号 b 加 c，a 等于 b 小于 c 等价于 a 等于括号 b 小于 c，a 赋值 b 小于 c 等价于 a 赋值括号 b 小于 c。注意，在 C 语言中，关系表达式的值只有1或0，其中1表示真，0表示假。例如，4大于5的值为0，5大于4的值为1。区分等于运算符和复制运算符。关系等于运算符是两个连续的等号，复制运算符是一个单独的等号。同学们来思考一下，关系表达式 a 大于 b 大于 c 为1，能否保证 a 是 a、b、c 中最大值？下面介绍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有3种逻辑运算符：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与或非运算表如下：仅当 a、b 均为非0值时，逻辑与运算结果为1；a、b 有其一为0或均为0时，逻辑与运算结果为0。仅当 a、b 均为0时，逻辑或运算结果为0；a、b 有其一为非0值或均为非0值时，逻辑与运算结果为1。逻辑非为单目运算符 ，a 为非0值时，非 a 为0，a 为0时，非 a 为1。编译系统在表示逻辑运算结果时，逻辑表达式的值只有1或0，其中1表示真，0表示假。但在判断一个量是否为真时，以0代表假，以非0代表真。关系运算和逻辑运算结果只能用1表示真，用0表示假。逻辑运算符的优先次序：不等于在2号优先级，逻辑与在11号优先级，逻辑或在12号优先级。与和或的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但高于复制运算符。例如，表示年龄 age 在13至17岁之间的逻辑表达式为 age 大于等于13 and age 小于等于17。表示年龄 age 小于12或大于65的逻辑表达式为 age 小于12，逻辑或 age
大于65，表示 A 是 ABC 中的最大值的逻辑表达式为 A 大于 B， 逻辑语 B 大于 C。注意：1. 在求解逻辑表达式时，若逻辑语运算符左边表达式的值为0即假，则不再进行逻辑语右边表达式的运算，且得到与表达式的值为0。2. 在求解逻辑或表达式时，若或运算符左边表达式的值为1即真，则不再进行或右边表达式的运算，且得到或表达式的值为1。这称为短路现象，即只有在必须执行逻辑运算符右边表达式才能得出整个逻辑表达式的值时，才进行右边表达式的计算。例如，若有 int a 复制2 b 复制4 x 复制1 y 复制2，则执行表达式 x 复制 a 大于 b and y 复制 b 大于 c 后， x 为0 y 为2。下面介绍 if 语句。我们来看例 4.2， 输入2个实数，按代数值由小到大的顺序输出这2个数。解题思路为：只需做一次比较，然后进行一次交换即可。用 if 语句实现条件判断，关键是怎样实现2个变量值的互换。不能把2个变量直接互相赋值，如为了将 a 和 b 兑换，不能用 a 复制 b， b 复制 a。为了实现互换，必须借助于第3个变量。可以这样考虑：将 a 和 b 2个杯子中的水互换，用2个杯子的水倒来倒去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借助于第3个杯子 c。先把 a 杯的水倒在 c 杯中，再把 b 杯的水倒在 a 杯中，最后再把 c 杯的水倒在 b 杯中，这就实现了2个杯子中水互换。这是在程序中实现2变量换值的算法。程序如下：如果 a 大于 b， 通过复合语句花括号 t 复制 a，a 复制 b，b 复制 t 花括号，实现2变量值的交换。为 a、b 输入值 3.6 和负 3.2， 则输出 a、b 的值为负 3.2、3.6。有 if 语句单分支、if 语句双分支和 if 语句多分支语句。if 语句单分支格式为 if 括号表达式语句，其中表达式可为算术、关系、逻辑、赋值等表达式，语句可为赋值语句、函数调用语句、控制语句、复合语句或者空语句。功能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如果是一个非零值，即逻辑真，就执行内嵌语句，否则即逻辑假，跳过内嵌语句，顺序执行后续语句。流程图如图 4.1 所示。2. if 双分支语句格式为 if 括号表达式语句1 else 语句2。功能计算表达式的值，如果它的值是一个非零值，即逻辑真，则执行内嵌语句1，之后跳过内嵌语句2，执行后续语句，否则跳过内嵌语句1，执行内嵌语句2，之后执行后续语句。流程图如图 4.2 所示。3. if 多分支语句格式为 if 括号表达式1语句1 else if 括号表达式2语句2等等。else if 括号表达式 n 语句 n else 语句 n 加1。功能为依次计算并判断表达式 i， 为非零时执行后面的语句，都为零时执行语句 n 加1。无论执行完哪个语句分支，都转到后续语句。if 多分支语句流程图如图 4.3 所示。下面请完成课堂练习，输入商品价格，求打折后的价格。流程图如下所示，请根据流程图写出程序。选择结构还可以嵌套，在 if 语句中又包含一个或多个 if 语句，称为 if 语句的嵌套。
一般形式为 if 语句1 else 语句2 else if 语句3 else 语句4。流程图如图所示。if 语句的嵌套也可以形如 if 花括号 if 语句1 else 语句2。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分段函数 y 等于-1 0 1，编一个程序，输入一个 x 的值，要求输出相应的 y 值。解题思路：用 if 语句检查 x 的值，根据 x 的值决定赋予 y 的值。由于 y 的可能值不是2个，而是3个，因此不可能只用一个简单的无内嵌 if 的 if 语句来实现。实现方法有以下几种。方法1：第一，先用3个独立的 if 语句处理，输入 x， 若 x 小于0，则 y 赋值-1；若 x 等于0，则 y 赋值0；若 x 大于0，则 y 赋值1。最后输出 x 和 y。方法2，可以用一个嵌套的 if 语句处理，输入 x， 若 x 小于0，则 y 赋值-1；否则，若 x 等于0，则 y 等于0；否则 y 赋为1。输出 x 和 y。我们提倡内嵌的 if 放在 else 当中。方法3，用一个嵌套的 if 语句处理，输入 x， 若 x 大于等于0，若 x 大于0，则 y 赋值1；否则 y 赋值0；否则 y 赋为-1。输出 x 和 y。好了，同学们 ，C 语言的关系、逻辑运算符和 if 语句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